台湾正在走向与世界主流价值为敌的路上，而且越走越远。看到赖政府在执政，他并没有办法跨出去之外，他甚至已经把卓荣泰完全绑定在他这台战车上面，更加的糟糕。台湾完全是个鱼肉。整个国家机器，民进党是越来越堕落，执政进入第10年，已经是体系性的崩坏状态。他对美工作这一块，他是不在乎，他只信神不让黑熊，充分验证在赖清德的各项领导上面，就他那一套非常危险。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最近台湾跟美国之间最大问题还是关税的谈判，但是我看赖清德总统好像没有在乎这件事情，全台好像把关税这事丢到脑后。美国这边已经有说出来会有重大协议，郑丽君之前还会演戏说，哎呀，我到美国去谈判啊，讲得很重要。最近好像连这部分演都懒得演。美国媒体甚至说，赖清德无法直接与川普磋商，是台湾谈判的劣势。郑丽君的表现跟他现在的这个处境，就是整个谈判团队或者台湾在川普的眼中现在所处的一个尴尬的地位。那现在的就是放弃抵抗了，逆来顺受。美国你要我怎么样，我也只能怎么样，我其实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萧美琴曾经贴出来跟美国商务部长的照片，我在我的脸书上说，这种东西盗图仔也可以弄。我的意思是说，见了面跟谈什么是两码子事啊。有人说没有办法跟川普直接对话，是因为中国打压，反正你现在推给中国，一切都没有问题，问题就解决了。不是啊，川普当时直接打电话跟蔡英文讲，请蔡英文拨电话过来，结果蔡英文还大了2个礼拜，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消息是美国共和党的叶望辉，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double check， 包括曹长青老师，我们确认这是个事实。所以你说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吗？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建国吗？那为什么现在谈都不跟台湾谈？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也不用太怪罪赖清德，换谁都一样。因为川普知道啊，当他下手把台积电拿走的时候，台湾剩下的东西对他来讲相对不重要。也就是说，我没有要求于你的，于是我没有想要跟你谈，别浪费我时间。跟商务部长见的那个面，拍那张照，我很怀疑是不是见了3分钟啊？当时不是说我们谈判的东西都是秘密吗？直到你看韩国、菲律宾、越南相继贴出他们谈判详细的项目的时候，我们的谈判代表只贴了一张照片，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跟我们说。所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个政府是对内对外都进退失据。我若是川普，我干嘛跟你谈？你剩下什么？你剩下什么都没有。再者，你这么听话，我要5毛你给我1块，我对你的军售，你没事还给我付2倍的钱，这还不是你发现，也不是我发现的，是我们的财经媒体 Bloomberg 踢爆之后，美国的参议员在国会提出质询，才知道说台湾这个安娜的身份是经过多重认证的。碰到这样谈判对手，我干嘛跟你浪费时间？那也不能说全是赖清德的错，整个民进党这9年来干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军售付2次钱，那是蔡英文时代干的事情，问题没有改变。美国自从民进党上任之后，当然在拜登时候那没话讲，我民主党全世界左派势力，那你蔡英文压左派，我没有什么好讲，因为你压对了。透过索罗斯搞了一个基金会，美国的国务院也给钱，在台湾养了一堆的网军，搞什么 face， 搞什么同婚，都有反左派的势力，全部加以封杀，我算你押对宝。但是川普当选之后，我拜托你一下，你风向不会改吗？台湾一定要走这么左的路线吗？能不能中庸一点呢？这个就是共和党跟美国的大部分民意哦，而且不只是美国，你去看英国伦敦的这一场大的游行，有一部分是对于暴力的谴责，另外一方面是这个世界的右派组织或者右派支持者已经有点受不了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台美关系会坚若磐石还是坚若磐纳呢？那现在台湾跟美国的关税，你就等着吧，这叫做现代8国联军，这叫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台湾现在因为全球包括美国的股市创新高，台湾现在看起来很棒，对不对？关税一杀下去，再加上我们的整个供应链跟这个电子产业，到头来啊，台湾的经济不会立刻出现结果，但是会慢慢的失去竞争力。那赖清德的民调一直破底，这是正常的。赖清德的民调不可能好嘛。川普虽然很阿爸，但是他做的事情真的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四处搜刮，为了美国，没有一件事情是为了川普或者为了共和党。但是今天赖清德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真的看不到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赖清德不改的话，你再怎么下乡，去第5讲、第6讲，再去打压在野党都没有用。刚才彭明提到一个重点，你到底民进党政府在做什么啊？你赖清德政府到底在做什么啊？重要的事情你毫无反应，你不是最会 po 文的吗？你不是最会写推特的吗？你从蔡英文时代以来，不是拜登死条狗，你就可以写推特，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觉得民进党政府非常的奇怪，他完全失去了什么叫做外交2个字。你不要说外交，他连最基本在美国白宫政坛派个游说说客的能力都没有。从蔡英文下去，赖清德上来，
网络我完全不了解到底现在民进党政府在做什么。他们不叫说调传枪，就是说他们连一点点政治的嗅觉都没有，那这样完蛋了，你本来接不上线了，那你现在更加的糟糕，那台湾完全是个鱼肉。看到这件事情，我其实对民进党感到难过。我甚至认为民进党的这些表现，在包括最近在台湾的一些美国的媒体人很伤心的、失望的离开台湾留下的那些箴言，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台湾正在走向一个与世界主流价值为敌的路上，而且越走越远。民进党政府最近的这种民航，我觉得核心还是领导人定策是有问题。讲直白了，蔡英文虽然你看起来他在温温的，当然他实际上是很坏的一个角色，他至少有一些方向，就你大概可以推测出来蔡英文接下来做什么。那他是搞阳谋的，就是反正我就这样推荐，比如说我就是要恶搞彭文正，我就是要把彭文正给流亡掉，你可以看得出一些政策方向，而且至少演的部分他演得很真，要舔美国那就舔到底。赖清德你是看不出来他到底想干嘛，我认为啦，他对美工作这一块他是不在乎，他只信神不让黑熊，就他那一套非常危险，是充分验证在赖清德的各项领导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大罢免大失败，结果他要柯建铭负责，熬不死柯建铭，又假装跟柯建铭很好。我认为整个国家机器民进党是越来越堕落，执政进入第10年，已经是体系性的一种崩坏状态。台湾的司法，赖清德因为修民刑他不好意思介入。赖清德上任之后，几个重要的位置全部他换过自己人。北检检察长王俊立是他上任之后换的法务部长郑明谦是他上任的时候换的北院的院长是他换的高院院长是他换的以不变大明星呐，他只要换成自己的人接下来就一切都 OK 了啦。那些人自然会去做合胜心意的事包括柯文哲这一系列的案子，赖清德要没有介入，我跟你讲，我马上回去投案了啦。我觉得这是整个台湾现在非常危险的时候。看到赖政府在执政，他并没有办法跨出去之外，他甚至已经把卓荣泰完全绑定在他这台战车上面了。在党这边，他把林永昌换了，现在换了徐国勇。徐国勇虽然是英系的，但是跟赖清德是一鼻孔出气的人，所以我常说这个三人行呢，一定有一个是和事佬，那个人叫卓荣泰；一个人是附和佬，那个人就是徐国勇；还有一个就是带头的赖清德。但是3个凑在一起，其实我看到的是府院党更加的核心化、轴心化。难怪最近做出了所谓全面检讨执政机器，叫做加速回应议题，拼人民有感，甚至出现什么222法则。可是可以看到最近民进党在应对，比如说新达电厂、美浓大峡谷，接下来又有大树鬼剃头山。可是民进党的反应是柯志恩，你这叫自导自演，自己盗采，自己演戏，叫自导自演。全党连同民进党的官方脸书，他的首席发言人吴峥，全部用这个态度在表达，这已经不是政治攻防，这叫奔向死亡。我看到了海外的绿营对于民进党执政的不信任，一叶知秋。这些海外的绿营的支持者都是铁粉挺民进党，民进党杀人放火都挺的，因为他们出来那个年代是国民党，坦白讲在台狼棒会一起争，所以他们基本上听到国民党背上的刺都长出来，完全不管说现在国民党是什么样子，现在民进党是什么样子。到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反省，就知道民进党真的做到天怒人怨。我想真很有感因为我自己是做海外华人研究，又做美国华人研究，所以这个彭批所讲的这些东西，以前我们在读书在写论文的时候，其实都有看过很多的相关的资料。看民进党堕落成这个样子，作为一个本土派的孩子，我是觉得很心痛。老实讲，当然我已经慢慢摆脱这个情绪，因为太坏了。看他最近高雄这种操作方法，那简直，那你把胃给倒出来都不打紧很痛苦老实讲，刚开始的时候啦，但是我想这又慢慢走过这个心情。但是我相信很多的海外台胞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一定深有所感。尤其这一群人，因为他没有住在台湾，所以他们对于社会的实体脉动感受会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更多的是透过包装过的形象。那民进党非常厉害，是他对海外放送的他这个形象，尤其大家看自由时报，他就一定长期经营这个台北 Times 之类的，他就很会去包装。那当这群人是民进党最后的桥头堡，他的里面都开始慢慢出现了失望，这一种是民进党巨大的警讯。他不要以为我这样做，反正我高兴，或者算丢我和我们阿伯利喜欢弄。如果你对美国的态度是这样，美国人是可以像修理阿扁一样修理你你以为艾格蒙组织是吃饱闲的没事干吗？你以为赖清德你这一辈子不会有把柄在美国的 CIA 手里吗？你在美国念过书，你的孩子在美国，还有很多机密在云端。我也不管你赖清德或谁，你下台以后会不会惹到美国，你会不会出事了？你肩负的是台湾中华民国的目前的处境跟命脉，你得跟你的邻居中国大陆，你得跟你认为坚若磐石的盟邦美国保持好关系，不然台湾很惨。今天我如果是中国大陆我根本就不要派飞机绕你，我就把你台湾进口中国大陆的某些项目学那个川普一样，我就把你关税稍微提高一下。
讲一斗戏啊，台湾的1/3到1/2出超啊，是来自你嘴巴骂的最凶的对岸。你的最大客户啊，是你赵三杰不但没有送礼，你还赵三杰丢石头。所以你这种最大的客户哪一天觉得川普，我对你台湾实施以下的关税，你就完蛋了。我有时候觉得民进党政府你是哪来的底气呀？